你好呀，大佬，欢迎回到富豪俱乐部，我是你的助理小飞。今天咱们一起聊聊投资和创业中常常会遇到的一些误区和应对的方法。你知道的，投资与创业是很多人心中的理想，同时呢，也是很多人的噩梦。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这个充满机会又充满挑战的时代，想要投资创业成功，不仅需要勇气和智慧，还必须要避免一些容易导致失败的误区，否则就很有可能会陷入困境。接下来呀，我们就来说说关于投资与创业的9大误区，对照一下，看看你中了几个，以及如何应对，特别是最后一个。这第一个误区啊，就是以为投资和创业会一夜暴富。很多人对投资与创业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只要找到一个好点子，或者跟住一个热门项目，就能一夜之间赚得盆满钵满，实现财务自由。其实啊，有这种想法是非常危险的。投资与创业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需要付出很多时间、精力、金钱和心血。没有任何一种投资与创业能够保证100%的成功率和回报率。如果你只是为了赚快钱而投资与创业，那么你很可能会因为缺乏耐心和计划而做出错误的决策，或者被骗子和骗局所诱惑，最终损失惨重。那么应对的方法呢，就是投资与创业需要有长远的目标和规划，不能只看眼前的利益。你要做好充分的市场调研和风险评估，选择适合自己的专案和方式，制定合理的预算和进度，以及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困难的应急方案。还要有持之以恒的毅力和信心，不要轻易放弃或改变方向。同时，你也要保持谦虚和学习的态度，不断吸收新知识和经验，不断优化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不断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和价值。咱们再来看看第二个误区啊，那就是跟风。有的人在投资创业时缺乏自己的主见和判断力，总是盲目的跟随别人或者市场的热潮。他们认为啊，只要是选择了一个火爆的行业或者项目，就能轻松的获得成功和利润。这种想法呢，往往是不理性的。因为投资创业不是一件简单的复制粘贴的事情，而是需要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的事情。如果你只是跟风而没有自己的创新和差异化，那么你很可能会面临激烈的竞争和同质化的困境，无法突出自己的价值和吸引客户。而且市场是变化无常的，今天火爆的专案，明天可能就过时了。如果你没有自己的判断和适应能力，那么你很可能会被市场淘汰。那么应对跟风误区的方法呢，就是你在投资与创业的过程中，一定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创造力，不能盲目的跟从别人或者市场的潮流。你要根据自己的兴趣、专长、资源和目标，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行业或者项目，而不是随便跟随别人的想法。所以啊，你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能够提供有价值和有需求的产品和服务，能够满足客户的痛点和期待。同时，你也要保持敏锐和灵活的市场观察和分析能力，能够及时发现和抓住市场的机会和变化，能够不断调整和改进自己的策略和方案。这第三个误区啊，就是一人独闯，拒绝协作。有很多人对投资与创业有着过度的自信和自负，认为自己能够独立的完成所有的事情，不需要别人的说明和支援。他们认为只要靠自己的努力和才能，就能够克服所有的困难和挑战，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梦想。然而，投资与创业是一件需要团队合作和社会交流的事情，并不是一件可以孤军奋战的事情。如果你只是依靠自己，那么你很可能会因为缺乏资源、资讯、经验、技能、意见、回馈等等，而陷入困境，无法有效地解决问题和提升效率。而且，你也会因为缺乏伙伴、朋友、导师、客户等等，而感到孤独、压抑、沮丧、失落。应对这一误区的方法呢，就是一定要加强合作与沟通的意识以及能力，不能过分的依赖自己或者排斥别人。你要建立一个合适的团队，找到一些有共同目标和价值观的伙伴，分工合作，互相支援，共同进步。还要拓展一个广泛的社交网络，结识一些有影响力和专业性的人士，学习他们的知识和经验，获取他们的意见和回馈，建立他们的信任和合作。同时，你也要关注你的目标客户群体，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喜好，与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和沟通管道。误区4，不断投入。投资创业不是你不停地在投入时间、金钱、精力，就一定能够获得更好的结果和回报。有的人认为付出越多越好，
就能够证明自己的努力和价值。其实，这种想法往往是非常浪费和低效的。如果你只是盲目的投入，而没有考虑到成本和收益的比例，那么你很可能会因为超出自己的承受能力和预期，而造成资源的浪费和损失，甚至导致自己的身心健康的崩溃。而且，你也会因为缺乏评估和反思，而无法发现和改进自己的问题和不足，无法提高自己的效率和品质。那么应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呢，就是需要有节制和评估的观念和方法，不能一味的追求投入的多少。你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目标，制定一个合理的投入计划，明确自己的预算和期限，以及自己能够承担的风险和损失。你要定期的检查和分析自己的投入和产出的关系，看看是否符合自己的预期和目标，是否有必要调整或优化自己的投入方式和策略。同时，你也要注意保持自己的身心平衡，适当的放松和休息，给自己一些奖励和激励，让自己保持积极和乐观的心态。这第5个误区是以为投资与创业就是不断变化。如果你对结果过度的追求和焦虑，认为只要不断的变化自己的专案、产品、服务等等，就能够适应市场的需求和变化，就能够获得更多的客户和利润，认为只要变化越快越好，就能够证明自己的创新和灵活，那么你很可能会因为缺乏方向和目标而造成混乱和失控，甚至导致客户的困惑和流失。投资与创业不是一件需要无休止的变化的事情，而是一件需要有稳定和持续的事情。如果你只是随意的变化，而没有考虑到市场的规律和客户的回馈，那么你将会因为缺乏专注和深入，而无法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无法提升自己的品牌和信誉。对于这个误区的应对方法是，投资与创业需要有稳定和持续的原则和执行力，不能随意的跟随市场或者客户的变化。你要根据自己的核心价值和竞争力，确定一个清晰和稳定的专案、产品、服务等等，不要轻易的改变或放弃。你也要适当的关注市场和客户的需求和变化，灵活的调整和改进自己的专案、产品、服务等等，但不要过度的迎合或改变。你要保持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建立自己的品牌和信誉。误区6：不断扩张。许多创业者有着过度的贪婪和无谓的冒险心态，认为只要不断的扩张自己的规模和范围，就能够增加自己的收入和利润，就能够占领更多的市场和客户。他们认为只要扩张越大越好，就能够证明自己的成功和实力。然而，投资与创业不是一件需要无限制的扩张的事情，它是一件需要有控制和平衡的事情。如果你只是盲目的扩张，而没有考虑到自己的能力和资源，以及市场的需求和竞争，那么你很可能会因为超出自己的管理和控制范围，而造成混乱和失误，甚至导致自己的破产和倒闭。而且，你也会因为缺乏专注和精细，而无法保证自己的品质和效果，无法满足客户的期待和需求。应对的方法：投资与创业需要有控制和平衡的观念和方法，不能一味的追求扩张的大小。你要根据自己的能力和资源，以及市场的需求和竞争，制定一个合理的扩张计划，明确自己的目标和策略，以及自己能够承担的风险和损失。你要逐步的实施你的扩张计划，不要急于求成或贪图速度。误区7：简单复制。很多人对投资与创业有着过度的依赖和模仿，认为只要不断的复制别人或者市场上已经成功的经验，就能够减少自己的风险和成本，就能够增加自己的收入和利润，就能够占领更多的市场和客户。他们认为只要复制越多越好，就能够证明自己的成功和实力。但是，创新和差异化才是更应该留意的事情。如果你只是盲目的复制，而没有考虑到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以及市场的变化和需求，那么你很可能会因为缺乏竞争力和吸引力，而被市场和客户所淘汰和忽视。而且，你也会因为缺乏创新和改进，而无法适应市场和客户的变化和需求。应对的办法是，你要根据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以及市场的变化和需求，制定一个合理的创新计划，明确自己的目标和策略，以及自己能够提供的价值和效果。你要逐步的实施你的创新计划，不要怕失败或挑战。误区8：过度借贷。投资创业是一件需要理智的事情。如果你只是盲目的借贷，而没有考虑到自己的还款能力和责任，以及市场的风险和波动，那么你很可能会因为超出自己的负担能力，
而造成严重的财务危机和压力，甚至导致自己的破产和债务。而且你也会因为缺乏节制和理智，而无法有效的管理和使用你所借贷或者获取的资金或者资源。那么如何来应对呢？其实你需要根据自己的还款能力和责任，以及市场的风险和波动，制定一个合理的借贷计划，明确自己的目标和策略，以及自己能够承受的损失和风险。你要逐步的实施你的借贷计划，不要贪图便宜或者急于求成。同时，你也要注意保持自己的节制和理智，有效的管理和使用你所借贷或者获取的资金或者资源，不要浪费或者滥用。误区9：过度加班。创业需要平衡工作和休息的关系。如果你只是盲目的工作，而没有考虑到自己的身体和心理的健康和幸福，以及家庭和社会的关系和责任，那么你很可能会因为过度劳累和压力，而导致自己的身体和心理出现问题，甚至导致自己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下降。而且，你也会因为缺乏休息和平衡，而无法保持自己的激情和创造力，无法有效的解决问题和决策。那么应对这一问题的方法呢，就是不能一味的追求工作的多少。你要根据自己的身体和心理的健康和幸福，以及家庭和社会的关系和责任，制定一个合理的工作计划，明确自己的任务和目标，以及自己能够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你要逐步的实施你的工作计划，不要过度劳累或者承受压力。定期的放松和娱乐，保持自己的激情和创造力，有效的解决问题和决策。好了，以上就是投资与创业中常见的9大误区，以及相应的改正方法。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或者建议，请在下方留言哦。